我们在一起2年多了，感情一直很好，可是异地恋让我们渐渐疏远。我不想让自己难受，所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感情还是越来越淡。我得工作，得赚钱，在社会上必须一心一意。他既不能陪我，又不能关心我，而且身边还有一大堆女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马26岁，来自河北，健身教练；女嘉宾小薇23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你们俩怎么认识的？一个河北，一个黑龙江。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哦，在网上怎么认识的呢？就是通过微信聊天嘛。然后，正好还有一次机会，他去哈尔滨出活动，就是他兼职模特，然后那边也没什么朋友，他就跟我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然后我们2个觉得还挺合适的，然后就在一起。今天为什么来呢？今天我来，我想跟他分手。他总跟很多身边的女性都是特别有暧昧的关系。哇！你是怎么发现的？在什么时候？我看他的手机那个聊天记录，还有微信朋友圈。其实也不是，那个时候啊，更多的是这个在健身房的会员。像他说的，我觉得非常的不认可，因为他到这儿有好多东西他都夸大了。你们俩现在还在异地对吧？哦，没有。我们2个一开始是异地恋，他一开始对我还挺好的，每1个月就飞哈尔滨来一次，陪我看看电影，然后跟我吃饭。但是他后来就是不怎么来了，然后不怎么联系我，我就想那我就去唐山看他吧。然后我就去了嘛，他领我去他那个工作环境，他跟那些模特拍婚纱照。我就看见他们在那儿又搂又亲的，我特别生气，我就还在旁边看着呢。其实这个我之前都跟你解释好多次了，因为那次他是过来看我嘛，我就想让他看一下我的工作环境，所以说当时我也没寄回一些东西，我直接带他去了。正赶上那天的这个活动场面，拍这个婚纱照，距离肯定会稍微近一点。我理解不了，我就在旁边看。你不会跟那个客户说你有女朋友了，你可以就是别拍那么特别过分的。当天我已经给你解释很多次了，我也把所有人都给你介绍过了，他们也都知道你是我女朋友，只是我要对我的工作负责任。他这拍什么亲吻照啊？怎么个亲法？就是婚纱那个照相的地方不都是有那个给你看的那些东西吗？然后他就是拍那个的，然后就真亲额头啊，或者是搂腰。他就那时候也不懂，他就看着好像是因为这些婚纱基本上都是合作搭档，我们只是在一起有个接位的一个动作而已。我这么说吧，他是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亲，还是也没有拍的时候他们就搂在一起亲？就是拍照的时候。就是那是两个性质的事儿。他总误解我一些东西嘛，毕竟是他女朋友，我很难理解这些，心里难受嘛。这搁谁也难受，所以你得有颗大心脏啊。但是更过分是他总提他前女友。出去吃饭就说，哎呀，这个地儿我跟我前女友来过，特别好吃什么的。这个我得好好跟你说说，因为这个事儿主要是什么？我不想对于你，我觉得我不想对我的过去有所隐瞒，所以说我要把我所有的原来的过去的事儿都完全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女生说过去是两地，现在不在两地是吧？后来的时候嘛，我就去他那个片场看他，我就特别不放心，而且我也不想异地恋，正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唐山那个读大学，然后我都去了。就你跟他好的时候还没读大学呢？我一开始是高中毕业，然后后来都没上了，中间工作着。其实说白了，不就为他去的唐山吗？对，我就为了他，我父母本来不让我去，因为太远了。然后我说我要去上那边发展，为了和他在一起。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我们在一起2年多了。去唐山多久了？我去唐山也差不多2年。等于异地恋挺甜蜜的，去了之后发现呀有危险。自己就去了，而且我感觉也是这个情况，因为之前在异地恋的时候，可能距离比较远，我想起他的时候，我可能去哈尔滨去看他，每个月都会去个
1到2次这样的时候，因为不忙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你想看我就看我，你不想看我你都不理我了。那个时候基本上我去看他，其他的时间他也不会说对我有像现在一样每天去翻看一些聊天记录啊，每天去看一些东西。现在开始因为离的距离比较近了嘛，我不所以翻聊天记录，我能知道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哪儿乱七八糟了？就这个女性那个女性，哪个女性？前女友啊，还有那些女模特，还有女会员。你跟女会员那些教他们动作时候也搂那么近。你没看我朋友圈发的也有一些老人还有小孩的一些东西吗？因为我的朋友圈里不只是有女会员，还有男会员，还有老人，还有小孩。我想让他们看到，还有我的领导让他们看到我的一个工作状态。好，我来问几个问题好不好？你追随他到唐山之后，他对你关心吗？我有一次生病了，就是在学校嘛，发烧39度多，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我正在忙呢，然后说一会儿再打吧，然后过一会儿也没打过来，还是我舍友陪我去输的液，他也不关心我，他就告诉我让我多喝点水。你现在就在读书是吧？你每天愿意跟他在一起吗？我愿意，我想总跟他在一起。可是你要读书怎么办呢？这不是解决不了的冲突和矛盾吗？你想过解决方案吗？我想让他来学校多看看我，然后他都转移话题。你家就是唐山的是吧？不是，我家是秦皇岛的。秦皇岛在唐山工作。那反正两地离得也近。你带他去见过你的父母吗？没有。他有要求过吗？要求过，但是那个时候我要去置办年货啊，去东奔西走的做这些事儿。你压根儿就是不带我去。哪儿不带你去的？过年了，咱俩毕竟好2年多了，我想去看看你父母有什么不对的吗？然后你就是不带我去，主要是你不带我去也就算了，你咋跟你前女友一块回去了？这个我得解释一下，因为前女友是邻居，不是邻居，偶遇是老乡。因为中间有很多的共同好友，在过年的时候有一次聚会上，然后就这么样偶遇了。但是我也不可能因为他不在我就爽游我的朋友，因为朋友有1年多没见的这种，好不容易聚一次就聚一下。你起码告诉我一声，打个电话说一声啊，还是我从你朋友发的那个朋友圈才看见的。后来我不都弥补你了吗？我不带你去拍了一套那个情侣写真啊，还有婚纱照那是因为我生气了，就刚才我说我发烧那件事嘛，然后他不来看我，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想我不看你来不来找我，结果他还是没来找我半个月了。那个时候不是我们老板筹备了2家店吗？一家店唐山店，一家店秦皇岛店，我两地奔走不开。我要不去找你去，你也不会来找我的。哪儿啊？后来我不是有陪你去北京玩了一次吗？不就是因为我不高兴了，你才带我去的吗？那肯定的，高兴的话，平常比较忙啊。这倒是实话啊。你说你工作忙什么的，然后我说行啊，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他是兼职那个模特，那我想跟他一块儿去拍，这样式儿还可以赚一点钱，还可以一起那样比较促进感情。他不带我去，主要是你那时候去的话，你说你饿了怎么？对呀，就是嫌你麻烦呢。饿了怎么办？冷了怎么办？还有的时候我们一帮男生可能就挤在一个房间里，为了省点钱。所以说你说怎么都不方便带着你。他前女友跟他说那个你带我一块儿去，他就带着去了。他之前就是做这个的，人家去是正常的偶遇的。就是理由特别多，每次对，就是理由特别多。那这姑娘不就提分手了吗？你反正这么多理由，那你就跟他分呗。我想跟他解释一下这些。不是你解释什么？你还想跟他在一起是吧？对。那你解释什么呢？主要是其实是因为我的工作的问题。老板筹备2家店开始之后，我就开始比较忙了，我就忽略了对他一些照顾。当然我希望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的话，我觉得爱情和工作让我去选择的话，我会工作的重点去多一点。他也知道工作在我心里的价值感比重会更大一点。女生是认为说，第一不关心，对吧？第二你对他不放心，对吧？他身边的女性朋友太多。第三，你觉得他好像跟前女友还有一些不甘心，是吧？他总提他他老提他。你是觉得他多心了？对，你是能让人放心的，对吧？而且你是一心对他的，所以你来了。即使他要分手，你都说我不分，
对不对？对啊，有时候你踏踏实实的告诉我们，就是在你们异地恋的时候，你觉得幸福感多一些，还是在一起之后幸福多一些？异地恋，但是我不想异地恋，我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所以才就是坐那么远的车过来。明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想先问女孩，你觉得她为什么选了你？她说她当时觉得我和别的女孩不太一样。你知道不一样在哪儿吗？她觉得我比较温柔、善解人意一点。那你自己觉得呢？我觉得我挺理解她的。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为你最希望你们之间的距离跟相处的频率是怎么样的？每天其实也挺想见到她的。能见的话最好每天见是吗？对。好，这是他心中想要的距离。同样的问题我也请问你，在这么多你身边的如云美女当中，你为什么选了她做女朋友？当初的时候我觉得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温柔，然后后来我觉得更多的因为在时间一起比较久了，也2年多了，所以说我觉得有一种责任感，应该让我去照顾她。我相信刚刚大家都听清楚了，对吗？在你的刚刚的回答里面，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跟情感相关的动机。你觉得现在此刻你不想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责任未了，你觉得跟这个女孩既然交往了，你就要照顾她，还没完成你的使命感，所以不放手吗？而不是因为还有感情，还喜欢她吗？我也喜欢她，这个超过你身边的那些你拍照的女生，对吧？当然了。超过你的前女友吗？当然超过。好，那么你知道他在意的事了，对吧？他希望能够常常见面，能够达到你的电话跟简讯。做得到吗？做得到。答应了之后是会每天做吗？尽量吧。我这样说吧，我觉得距离跟信任之间的平衡到底该怎么样拿捏呢？其实信任是存乎自己心中的，但是距离是2个人要一起调节的。如果你不信任自己是他心中的那个爱，女生我说给你听的啊，如果你不能相信，你们就算呢是每一天都抱在一块儿，你还是想要看他的手机。信任的问题比距离要严重多了。如果你不能相信他，也不能相信自己，你一天见个3次面，打8次电话，也一样不会相信的。但是反过来，如果男孩你真的还要跟他继续走下去，不是为了责任哦，如果为了责任，我就真的谢谢你，别耽搁人家青春了。自然有爱他又想负责任的人想要陪他走。如果你是因为喜欢他才不答应他的分手，我只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原则，他如果不能信任你，你真正要扛起来这个让他信任的责任，方法很简单，做一些事让他安心。第一，别傻到老提前女友。2，他想要的是你常常发简讯跟电话关心他，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还要继续跟他走，就建立他的信心，要不然只是为了责任就不必啦。社会在进步，科技也在进步，自然界也在进步。现在的大灰狼可不是像以前那样抓住一只就吃掉它，现在大灰狼也学得聪明了，抓住了一只温柔可顺的小绵羊，先把它圈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除此之外，在外面能落一口是一口。虽然他在你的心目当中是爱人，但你在他的心目当中不过是众多猎物当中最温柔可顺的那一只而已。猎物爱上猎人的结局，就是今天这样的结果。如果你不是软弱可欺的话，他怎么可以这么不注重你的感受？他说他工作忙嘛，我就想男的都是以事业为重，我不想就是过多的去干预。现在受不了了，他不过是搞不定别的女人，只搞得定你而已。也就你傻，才乖乖的待在那羊圈里面，等着他来宰你。你还在这个家伙这儿浪费什么时间呢？最终你为了爱结束了异地恋，你跑到他那儿去了，但你的付出得来了什么？
你的付出得来的是更多的轻视。一个男人口口声声说到这儿来，今天是为了挽回你，挽回这段感情，却可以完全不加思索地回答主持人的提问，工作比你重要。你就让他跟工作去恋爱就是了。哎呀，这有了一个女儿之后啊，我对这种人真是越来越痛心疾首了。我是一定要把你拖出火坑啊，好不好，姑娘？如果你要别人尊重你，要别人尊重你的话，尊重你的付出，那么首先你得尊重自己。说话嗲嗲的，但是今天你的行为，你的决定一定要是杠杠的啊，就这样。我最喜欢的就是开年的这段季节，因为一年的新盼头在这个时候来了，情感也一样。明知已死，何必还留呢？时间留给你们吧，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刚刚听了老师的一些说的一些东西，我想了一下，其实可能真的我把这个责任理解成另一个意思了。在这个感情里，我或许应该冷静的去考虑一下和想一下，不管怎么样吧，我今天永远会在那个门的位置等着你。如果你还能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当我出来的时候，我还能看到你。我就是想好好和你在一起，和你多一点时间，不想总是你说很忙没空理我。其实有的时候你确实挺麻烦的，但是我舍不得这个麻烦。我生病的时候最想让人陪的就是你。我希望一会儿能看到你吧。唉，既然赵川说解救不一定有用，但我依然痴心未改。他刚才还在说你是个麻烦呢，你觉得你这麻烦还愿意这样添堵下去吗？姑娘自己斟酌吧，回去吧，谢谢两位，请回请回。来，请关门。我相信大家最关注的当然是想看一看结局是怎样。请开门。哎呀妈呀！抱歉，谢谢。你看他那得意的样子，你看看，你先答应我。哎，别走了！哎，猴年了！哎呀，考虑好了哈。你先答应我，我答应你可以。你先答应我，以后我需要你陪的时候，你要在我身边多陪我。工作不忙的时候，跟我在一起。其实刚刚在后边我一直特害怕，几位老师跟你说完之后，你都不会再转过来了。没想到挺让我意外的。祝你们幸福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女生啊，我现在唯一能想对你说的一句话，就是要保湿易被湿啊。好了，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幸福吧，各位请见证。今天我想说一句，真的，之前对不起你，然后当着大家的面给你个保证，以后先陪你去拍一套那个健身的一个写真，然后每一天去给你打个电话。然后把这些细节方面做好了，只要你说的一些东西你不喜欢了，我都去改，愿意去为你去改变，好吗？哭呀哭。来，请亮灯啊！我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彼此珍惜，好吗？好，谢谢。好好对这姑娘，好吗？好，谢谢你们啊，请回，谢谢。加油！给涂老师看看你们的幸福啊！
请涂老师回来吧。掌声欢迎，好不好？本来还没事儿，他一出来之后，你看他那嘚瑟样儿，你看我又搞定了吧？我就长得帅，我就能搞定。哎，我跟你说呀，你要有一个岳父的心态，你知道吧？岳父的做我的女婿可不好做，我告诉你。哎呦，我才担心呢，我们那也是一闺女嘛，一样嘛。